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吐血美男到复仇修罗，他凭什么让老戏骨都颤抖？当内娱还在用破碎感营销古偶男主时，程毅已经带着《长安24计》里的疯批谋士谢怀安，把权谋剧的天花板捅了个窟窿。这个踏血纸伞捧着灵牌冷笑的复仇者，让观众集体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。明明看着他设局灭门仇敌后背发凉，却又忍不住为他的破碎感尖叫。剧组放出他与王劲松、倪大红等老戏骨飙戏的花絮，刀光剑影的眼神杀直接让程毅演技够资格上教科书码冲上热搜。把复仇剧演成哲学命题的疯批美学。凌晨3点的长安城暴雨倾盆，谢怀安踩着满地血泊纸伞而立。他低头轻抚母亲灵牌时，睫毛上沾着的不知是雨水还是血珠。这个被灭门惨案逼成优雅疯子的角色，彻底颠覆了程毅的既往形象。10年前琉璃里吐着血说情话的雨丝凤有多让人心疼，现在这个笑着给仇敌递毒酒的他就有多让人腿软。程毅给谢怀安设计了2大杀手锏：指尖颤抖和呼吸控制。在火攻藏兵相的高光戏里，他表面冷静部署战术，右手食指却在袖中高频颤动，把谋士既要运筹帷幄又要压抑癫狂的矛盾感演得让人汗毛倒立。拍摄弑父戏时，他在零下20摄氏度赤脚站立7小时，冻到脚底脱皮，却坚持用绵长呼吸加瞳孔收缩表现角色手刃仇人时的快意与空虚。很牛的是白发造型，别人染白毛只为耍帅，程毅的白发里藏着20年血仇。当他在朝堂上笑着撕毁议和书，几缕白发混着咳出的血丝粘在嘴角，檀木瞬间被病娇天花板刷屏。历史学者考证发现，这个白发造型竟暗合唐代历代帝王图里忧思过度的文臣形象。王劲松的帝王心术 vs 程毅的以柔克刚。长安24计最刺激的是程毅单挑8位老戏骨的死亡局。面对王劲松饰演的帝王，他把朝堂对决演出了太极推手般的张力。当姬武阳用先帝遗诏逼他下跪时，谢怀安突然轻笑出声，边咳嗽边用指尖划过诏书上的朱砂印。没有一句台词，却用这个动作暗示玉玺早被我调包。跟张涵予的终极对峙戏更是封神，两人一个执剑一个握笔，程毅用松弛站姿加歪头浅笑化解对方的气场压制。当张涵予怒吼你以为能赢我时，他突然俯身贴近对方耳畔，将军可知，您最爱擦拭的翡翠戒指是令尊的喉骨所致。这个即兴加戏让导演当场摔了剧本喊过，连倪大红的面瘫式演技都压不住他。有场戏需要谢怀安在岑伟宗面前装傻，程毅设计出左手盘核桃右手写血书的分心术。监视器后的倪大红忍不住对编剧说，这小子让我想起30年前的李雪健。24计玩出东方密室逃脱。比起传统武侠的刀光剑影，长安24计更像一场古代版鱿鱼游戏。谢怀安设计的血书灯笼局让观众直呼脑容量不够，他提前在仇敌府邸埋下365盏灯笼，每燃尽一盏就显露出一条罪证。当反派以为要抓现行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被引入布满火油的地下密室。程毅还为角色开发出疼痛记忆法。拍摄踏血登阶戏份时，他让道具组在鞋底藏真图钉，只有真实的痛感，才能演出谢怀安20年忍辱负重的肌肉记忆。结果这场戏拍完，青石台阶上全是他带血的脚印。演技狂魔的毁容式进化。看着现在这个疯批谋士，谁还记得莲花楼里那个咳血种菜的李莲花？程毅用呼吸节奏给2个角色画了楚河汉界。李莲花因中毒总带着虚浮气音，
谢怀安为掩饰仇恨练就滴水不漏的胸腔共鸣，就连吐血都有区别。李莲花试毒发时嘴角渗血，谢怀安是算计得逞后咬破舌尖咽苦肉计。李莲花看人是温暖中带着疏离，谢怀安则练就3秒切换演技，面对仇敌时眼尾下垂扮猪吃虎，独处时瞳孔地震泄露癫狂，与女主对戏时又突然露出少年般的清澈眸光。网友扒出他不同场景的眼球血丝密度都不一样。5. 让顶流连夜退组的演技碾压。长安24季拍摄期间发生过戏剧性一幕，某流量小生原定客串反派世子，探班时正好撞见程毅拍灵堂风笑戏。监视器里，程毅笑着笑着突然泪流满面，手指把香炉灰捏出5个指印。第二天该小生就找借口辞演，粉丝后怕道：“谢谢程毅老师帮我们避雷。”这或许就是演技的绝对压制。当其他古偶男主还在用替身拍吻戏时，程毅已经能让观众通过他喉结滚动的频率，判断出角色是在真怒还是假笑。正如剧评人所说，他让内娱突然意识到，演技不该是流水线上的罐头产品。梦开始的地方琉璃中的雨丝凤演绎了时事的深情，带着独特的破碎感，令人惊艳。这个角色充满了浪漫与悲剧，让观众在时光流转中感受到他那份刻骨铭心的爱恋。每一次相遇，每一次别离，仿佛都在诉说着一个千古不变的情感故事，深深打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。说到梦的起点，很多人都会想到《琉璃》里的雨丝凤，那位戴着面具、冷酷又孤傲的少年，为了爱情经历了时世轮回，真是让人心痛不已。程毅把丝凤的破碎感演绎得独具一格，令人印象深刻。他留下的不仅是眼泪，背后有着无尽的隐忍、不甘和绝望，更有那种宁愿粉身碎骨也不悔的深情。想想当玄机不懂爱时，他那落寞的眼神是多么令人心碎。还有，当他情人咒发作时，那颤抖的指尖和隐忍的汗珠，真是让人心疼。程毅的演出让丝凤的每一次受伤，每一次心碎，都像针扎一般刺痛着观众的心。雨丝凤成为了程毅演艺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，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复杂情感方面的惊人潜力。演技大突破，《莲花楼》中的李莲花和李相宜一人千面，傲骨与尘埃的华丽转身。如果说丝凤的首次亮相让人眼前一亮，那么《莲花楼》真的是让大家见识到了程毅演技的飞速提升。他不仅同时扮演了2个角色，实际上还展现了更多的层次。李相宜就是那个舞动红绸、傲视武林的天才少年，他的眼神如鹰般锐利，身姿则如松树般挺拔，每一帧画面都透着天之骄子的气宇轩昂。程毅的微微上扬嘴角和锋利眼神，把那种少年轻狂演绎的真是彻底。李莲花绝对是个洒脱自在、归于百姓的智者。程毅为他塑造了微微驼背、语速缓慢、眼神中透出些许疲惫，却又能看透人间百态的形象。他在园中种菜养狗，生活中饱含了厚重的人情味。而当谈起往事时，李莲花眼底那一闪而过的李相宜的影子，展现出凌厉与沧桑的完美结合，程毅把握的恰到好处。这不仅是演技，更是对角色内心深处的深刻洞察。多面魅力沉香如屑，沉香重华中的应渊由唐周玄烨饰演，展现了仙魔正邪之间的复杂关系，精彩纷呈。角色挑战自我，突破极限，既有深邃的内涵，又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。唐周玄烨用心诠释，令观众感受到角色的多重魅力与深邃情感，让人难以忘怀。